这次多亏太史城了，不然我就要跟你上坟祭酒了。你放心，我命硬得很。我每天都觉得脖子上的脑袋在打晃，不知道哪天就掉下来了。那就让太史城给你卜一卦，看看几时寿终，给你个踏实。太史城比我还害怕你死掉呢，哪有心情卜卦？我死了，你就可以回太史局，怕什么？我怕不能完成县主的性命之托。我信得过太史城，我信不过自己。太史城来内业局，不会就是想来看看我死没死吧？是这个案子的凶手。你也察觉到了。按照周贺兰的说法，崔曼说设局谋害15公主，动手的应该是袭击你我的那个黑衣人。如果黑衣人以崔曼说是同谋，为何会突然对他起了杀意？如果是同谋反目，黑衣人点火后躲在舞台下，之后混入回纥王子队伍出宫，先是偷袭你，再回到内侍省杀死刘德义。若是再去延寿坊杀死崔曼书，时间上根本就来不及。杀死崔曼书的另有其人。但如果有人杀了15公主，而另有一人在为公主报仇，那3位贵女以崔曼书沆瀣一气杀死他们的，就可以是同一人。以你对公主的了解，什么人会为她报仇？如果可以，我希望那个人是我。找到凶手，也是在为公主报仇。崔曼书身上的伤口极深，而且刀口是斜向下刺入，说明凶手比崔曼书要高，力道很大。凶手能找到延寿坊小院，应该很清楚公主与崔曼书之间的恩怨，能如此决绝地为公主报仇，若非终身死士，便是情深意重。我去找婉顺的侍女。县主余毒未清，还是先休息吧。找到凶手，为公主报仇，你说的。县主总是这样以命相搏。在关心我。好不容易把你救回来，我不想是一场徒劳。太史城昨日在周贺兰面前维护我，还没跟你说谢谢。那周贺兰口出狂言，妄议县主父母，是以下犯上。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事情。看来端王府的事，太史城也知道。15年前，端王府惨案震惊朝野，彼时我虽已入太史局修学，却也有所耳闻。不过周贺兰倒也没有说错，我无父无母，确实不知道阿爷阿娘被别人捏在手里是什么滋味。你个小疯子！我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把我打死了，没人给你送终。你这么作践你自己，还想逃场吗？死老头，我还中着毒呢。你放心吧，吃了我的药，死不了。哎，这些我拿去补身体了。嘿，你呀，你是运气好，躲过了那盘菜。幸亏我不吃鱼。县主不吃鱼？嗯，请我吃饭别点切块。这些是公主常用的丝帕和物件，县主看看，可还有什么线索？县主，
太史城查到了什么？林宁左手在云垂楼后门，说看到一黑衣男子跑出，同我们所说的凶手相似，却被一群突然飞出的飞弩挡住了去路，让那人跑掉了。飞弩每日放飞和回笼的时间都是固定的，你查过了？林宁说了谎，但只是这一点，也很难证明他有嫌疑。还有一点，仍需验证。那晚林宁带队送回纥王子回鸿胪客馆之后，你们分开过吗？我们是一起护送回纥王子出宫的，但林宁中途就离开了。之后我们是在延寿坊的坊门外遇到的。你先下去吧。是。蒲苇刃如丝，寒食无转移。林宁就是对王慎情深意重之人。林宁走路时有脚外八，因此鞋底外侧有磨损，和我们在延寿坊发现的足迹一致。这件事恐怕他自己也没有察觉到。收到太史城的信儿，来抓林宁。他不在这儿，早就跑了。近日不少商队往来西结，林宁很可能混在商队中伺机逃离。重点排查馆驿和城门处。不必，去码头。码头。县主如何知道？林宁是哪儿人？金陵。今日可有人前往金陵？有。可有见过一个身高6尺有余的男子登船，行色匆匆，应是包船离开的。是有这么个人，那人包了艘小船。给我一艘快船。是，请。你们4个跟上，其他人保护太史城。快一点，靠过去。先生，我不是着火了。又来迟了一步，难道是杀害公主的凶手杀害了林宁？县主，你脸色很难看。无妨。县主，你刚中毒不久，身体恐怕撑不住，要不还是先回去休息吧。也好。先将林宁的尸体带回内乐局。我从未离开西京半步，此番能去看看外面的天地，也是很好。小主，这伤。
会在凌宁这儿。我们被骗了。凌宁，不，是公主。这。县主，太史丞已经知道了。凌宁就是那晚袭击我的人。如果黑衣人是凌宁，他去护送回纥王子，袭击我与顾思之，再杀刘腾义，那他根本就没有时间杀害崔满树。凌宁是凶犯，但只是其中一个，而另一个凶犯比凌宁更隐蔽，更无声无息。太史丞心细如发。就算黑衣销毁，若我坚持要为15公主验尸，公主所谓的遗骨也是瞒不住的。凌宁的死因，仵作也很快就能查出来。所以，县主是如何发现直指15公主的证据的？那幅绣图，只可能出自婉顺之手。不过，早在云城楼之后，县主就已经怀疑15公主是假死了吧？你不至于就连内司伯都不知情，我不相信那是个巧合。县主提早一步找到公主，是想干什么？我不知道。说实话，我不知道。如果婉顺想要回宫，我就带她回去，向圣上坦明一切，然后跪在兴庆宫前替她求情。若她想离开呢？每个人都要为自己做过的事情付出代价，公主也一样。你是要我把我最好的朋友押回去吗？若县主心意已决，平萧母是拦不住的。那你又何必赶来？拦不住，也要来。我奉圣上旨意助你查案，找到真凶，职责所在，责无旁贷。太史丞，你去面圣吧。现在就去将真相禀明圣上。你的问题我想好了，若婉顺想走，我就拼死送她离开，之后去向圣上请罪，用我一命抵婉顺一命，这是我的代价。你找到我了。哎，你还不快滚，非逼我报官呀？不必麻烦，我就是官。官娘子，您来正好，就是这个江湖术士骗吃骗喝的，骗到我们醉仙楼来了。你是哪儿来的仙长？为何在此作乱？神南山下
无望仙长。什么仙长？他就是个骗子！我们恭恭敬敬的招待他，可倒好，坐那一句话不说，只顾着吃，既不解挂意，也不付饭钱，说的那就一个云山雾罩的呀！哎，净捡那些不好听的说也就算了，还出言诅咒我们，我这才跟他吵起来的呀。你吃了这里的饭菜，为何不付钱？这菜不是我点的，是他们端上来请我吃，吃完却又说要付钱，这钱我不能给，也给不起。不付钱也行，既然你说他家主家有恶煞，那你就把化解之法也说了吧。不是我不肯说，而是这煞太蹊跷，不是一时半刻能够化解的。你不会真是信口开河，骗吃骗喝吧？这位官娘子，你把这筷子掷出去，便知我是不是骗子。看来这位官娘子近日也是颇为不顺，碰到事尽是些人命官司，线索也是查到哪断到哪。说得不错，不过就这点本事的话，也抵不过醉仙楼一顿饭钱。哎，就是管挖不管埋，你算什么本事嘛你？仙长还能看出什么？官娘子当真要看？当然。泽风大过卦，痴人苦知梦中梦，玲珑难求身外身。此卦之意，好事难谋，休要琢磨。看来这位官娘子心中也有抓不住，又放不下的执着、迷惑，却又不能同外人道，心结难解。此卦能否抵一顿饭钱？哎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！这是说中了呀，真神了，连脸色都变了。都别看了，散了，散了。你这厮，行了，你这打卦的也全都归我。仙长，仙长，仙长留步，方才多有冒犯，我家主家请仙长楼上一叙。抱歉，这事我管不了。仙长，仙长。萧某方才挂词，乃是胡言乱语，若有冒犯，还请县主见谅。看来我的演技不错，连太史丞都吓住了。县主把我也吓住了，我还以为太史丞真说中什么了。若连你都唬住了，那在场的人便不会怀疑这位仙长。好嘛，现在和你最有默契的，不是我。演戏不就是如此吗？既然无望仙长是胡言乱语，我总得逼真些才是。太上，你都说了些什么呀？太史丞卜了一卦啊，说是杜老头这么爱问东问西，早晚会下拔舌地狱。你个小疯子，再胡说八道，那我只能先去拔舌地狱等你了。你看，接下来怎么查？好戏已经开锣了，稍安勿躁。这次必须让圣上好好的赏赐太史丞，这已经是他第2次救你了。还记得你刚进宫那会儿不小心落水吗？就是他把你救上来的。萧文渊带他进宫面圣，他呢第1次进宫难免好奇，偷偷跑到居月池旁，撞见你意外落水，救了你一命。
县主一直这么看着，我就画不下去了。我刚听说，太史城小时候入宫时，还在居月池里救过一个人。想起来了，确实有这么一回事。从未听太史城提过。又不是什么好事，虽救了人，但也被发现，非照私入后宫内院，被狠狠训斥了一顿，还进了族。太史城就不好奇自己救的人是谁吗？我救的人，不会是县主吧？对，太史城是我的救命恩人。真的？我落水后不久，太史城就来救我了。当时可看到附近还有什么人？县主不是意外落水，只是好奇，跟着我的工人去哪儿？周围肯定没有旁人，否则轮不到我来救县主。县主靠这么近干什么？在想应该如何报恩。不必了。县主，卢建义咬死不认昨日去过绣红楼，真娘跟其他伙计们也什么都没说。知道了，下去吧。是。这不到2刻的时间，就能把库房变成之前的样子，又把所有人都送出了绣红楼，还真是训练有素。其实不难。那房间的4面墙壁上都砌了灯槽，但只有3面墙的灯槽被熏黑了，最内侧墙壁上的灯槽没有任何使用痕迹，那面墙从不点灯。而且整个库房地面都很干净，可最里面4寸见方的地面上却有很多灰尘。他们应该是把支稀杂物堆在了靠墙的一侧，用屏风挡住，然后在腾空的房间内进行布置，一旦有突发状况。绣红楼4通8达，有不少角门，人应该是趁我们和守卫争执的时候走掉的。真是怪了，卢正廉居然是虚实2刻从楼梯上摔下去的，燕子楼里不少人都看见了。虚实2刻，他还在绣红楼抽我鞭子，他会分身术不成？燕子楼的人可能帮他作假，但那些客人我都是逐一问过的，不可能说谎。虚实2刻，这个时间有什么特别吗？没有啊。那为何他们都记得这个时辰？我再去问。等一下，房门已经打开，把这个贴出去，能帮顾兄快点找到人。这是蒋廷威的画像。我去找画师，配合太史城多画几张，去道正坊分发张贴。哎，需要多少张，我来画便是。太史城还得陪我去一趟燕子楼，画像的事还是交给画师来做吧。真的中了，是我家公子，公子是李家公子，公子真中了！这以后他的日子可就好过了。你说一下，公子，你要多谢也说太好了，真的是。你看下面那个，是吗？你看他写的嘛，他那么有出息啊！去告诉我，这个是。公子，夫人叫您吃饭呢。公子，公子，来人呐！来人呐！不好了，公子他来人呐！不好了！
我的儿啊！你死得太冤呐！夫人，使不得呀，夫人，夫人，夫人。这是公子的衣服，怎么会落下来呢？天哪！儿啊！世时，刀立天，与无量香华，天衣诸影，供养释迦牟尼佛及地藏菩萨仪，一切众会具服真理，合掌而退。夫人宽心，小僧已为杜公子诵经超度，公子当以往生极乐。待贫僧去点上香烛。夫人，快来看看！夫人！老规矩，前2位免费，后面不管多少位，算不准，一概不收钱。这位姑娘请坐。这位姑娘，眉宇隐隐发黑，身上有阴气，却不似恶鬼缠身，一定常与往生者打交道。可否借我手一看呢？到底准不准？你是仵作吧？我是个仵作。大师真是继续传啊！真厉害！哎呀，这位姑娘月得生辉，红鸾星动，眉目中含羞带臊。姑娘此番可是来求姻缘呢？这件事情只有我跟家父知道，从未向人提及。您是怎么知道的？上归天道之法，不可说。排累了就进来坐会儿吧，有席上的好吃的好喝的，来拿个号。里面没位置了啊！几位客官，往里边请。哎，照顾好了。好嘞。帮忙叫个号。快点。下一个。先生，帮我打一卦吧。您是杜老夫人吧？是。白发人送黑发人，哎，您老千万别悲愁垂涕，节哀顺变吧。不瞒先生，我那过世的儿子又回来了。
少妇玉女收摄不详，登山时列佩戴印章。头戴华盖，足设魁罡，左扶六甲，右卫六丁，前有黄蛇，后有乐章，何神不服，何鬼敢当？急急如律令，急急如律令。什么？好吧。什么？哎，这都是我分内的事，你安心走吧。就是这样了。就是哪样了？就是这样了。就是这样了。杜公子迟迟未出现，必是已经安心投胎了。夫人，这是好事啊。哦，阿弥陀佛，还不快给大师拿酬劳！呀，紫苏妹妹，来得挺早的呀。紫苏姑娘，你骑马来的？我来的时候他就在这儿了，我看他一直在这徘徊。我猜，死者应该是他的主人，尸体就在后面。啊！死者的身份确认了吗？死者叫李牧，跟那个杜成一样，今年同是考生，而且都中了解元。紫苏，我看一下。我们在死者身上发现一块绢帛，上书2句血诗。纵使东巡也无益，君王自领美人来。这不过是凶手的障眼法，为了混淆视听罢了。这样就可以把一切罪责都推给鬼魂了。但我查看过这2人的考试记录，水平相差甚远。啊，这么说来，真的是那杜成回来索命的？实际情况是，这个李牧作答相当漂亮，反倒是那个杜成全篇离题千里，2人之间根本不可能存在抄袭现象。这李牧会不会和其他考生？他的答卷独1份，今天赚大发了。哎，那尸体真的是太厉害了。怎么了？哎，别说！哎呀，我说，别说！哎呀，我听不了这个。你说。这尸首分离，头颅和身上都有皮肉伤，应该是在骑马的过程当中，先被斩首，然后坠马的。他是在马上被斩首的，还是跌落下来以后被斩首的？如果是先坠马的话，那头颅应该就在附近啊。可如果是在马上被斩首的话，就如我们所看到的这样，身首异处。马上被斩首。从伤口的擦伤程度来看，这马奔跑的速度应该相当的快。在那个速度下，若想偷袭得手，出刀的力量、速度和准头缺一不可。凶手必是江湖上1等1的高手。你想啊，死者的头颅。头！啊！紫苏，快跑！紫苏，快！紫苏，出来！大晚上的不请自来，什么意思？你千万别怕啊！有我呢！我告诉你啊，所有的鬼都怕我，放心好了。怎么了，你们2个？我真见鬼了！
死去的书生回来索命来了，死人的头擦飞升好几丈远。子素别怕，就在你们隔壁的南小街。好啦好啦，喝口酒压压惊，喝口茶定定神。你的酒，三胖。子苏妹妹，你的茶。我去睡了，走的时候把门带上。干嘛？贪收费。知道了。这茶，一杯茶，一杯酒啊。四娘，你家的茶好辣。好酒。出来。小的是李牧家的家丁。今天夜里，你可有发现什么异常没有？小的早早就伺候公子睡了，可是后半夜听到公子的房间里有响动，接着公子就跑出门，径直走到马圈，骑着马就冲出去了。公子好像魔怔了一样，小的还听他不停地喊着什么“冤魂索命啊”。公子真的是被恶鬼缠身了。你家附近就只有这一条小路吗？啊，你在上面干嘛？你管我？我登高望远，思路比较开阔。我问你，死者生前可与同住宣阳坊的杜成认识？我们家公子跟杜成是同窗，曾经拜在一个先生门下，不过这也都是3年前的事儿了。那这3年间，他们之间来往的多吗？以前时常一起吟诗作对，后来也不知道咋回事，来往就不多了。哎，胡闹！这位李介元平时出门喜欢坐车还是骑马呀？平日都是骑马。我们家公子骑术了得，我们啊早就劝他别骑太快，没成想，绝了！你看这颈部的切口，也太过整齐了吧？估计啊，这次这个凶手你肯定打不过了。什么意思？你看这个切面多漂亮啊！别说在马上，就是死者站着任由你砍，你能做到吗？这个人力大无比，他可真是一刀下去。能一刀取人首级者，能有几人？既然死者是在马上被斩首，说明这个凶手的身长恐怕也异于常人呢。夜叉在世也不过如此了吧？听说没有？那个骆驼上吊不成了，昨天晚上黄昏索命，杀了介元李牧，还把人头给割了。哎呦，还有这事儿！不止如此，还留了一首血诗呢。纵使东巡也无益，君王自领美人来。君王就是考官呐，美人就是李牧，意思是李牧会考官舞弊。八部。小二，来壶花茶。哎，客官，说实在。大师，大师啊，我儿子回来了！客官吃点。我儿子回来了，大师。你的胡子呢？喝酒喝酒。这样显年轻。哦，大师啊。昨天晚上，他们说我儿子回来索命杀人，一定是谣传。您明明劝他投胎去了。哎呀，真是谢谢您啊！多吃点，多吃点。我知道，您不便说，点头摇头即可。他绝对不会现身的，我估计已经转世了，没准都出生了。好啊，太好了！愿他生在富贵人家，少吃些苦。多谢先生了，这是给先生的报酬。这怎么好意思呢？小事情。我先出去了。干嘛呢？这忙不开呢？我肚子饿了，我出去打个牙去。恩人，你何必出去吃啊？我做菜的手艺还算不错，你要是不嫌弃的话，我这就去做菜给你打牙祭。当真？你不是想把银子拿回去？不，
我要这钱做什么呀？这都是你应得的。不过，您能不能再帮我问问，成儿转了世，他今生过得好不好？啊，小意思了，这事儿包在我身上。啊，要不咱们先去看看厨房？哎，您请。哎，这边请。哎，我是西域人，口重，酱油佐料您只管多放啊。四娘，你可知道这长安城有哪些善于刀斧的人？长安城最善用刀斧的人，就站在你面前。那你可有把握，一刀就把人头砍下来？干什么？我就是让你看看，我这是吹弹可破的肌肤，还是硬邦邦的铁疙瘩。我要是能一刀斩断人头，我就去刑场了。我还在这儿干嘛？刚才已经都打探过了。昨天夜里啊，长安城里那几个刽子手都在一起喝酒，在畅谈那个如何能让人死得更愉悦。四娘，最近长安城里有没有什么外来的能人异士啊？消息还没探呢，又想要钱。哎，好吧。老板娘，老板娘，有黄酒吗？我腌肉用。没有。有的，有的，我去拿。老大，我们就不应该来，不应该带钱来。哎，客官，里面请。您的菜。哎呀，姑娘这是怎么了？小二，没事吧？喝醉了，怎么叫也叫不起来。啊，这位官人，您是？大理寺少卿李治。二位客官慢走。你可知道你儿子跟李牧的关系？以前成儿和李介元是同窗。近日他们有无局语？这个老身就不知道了。你这次是来探案，不是跳大神的。哎，知道了，知道了啊。几位官爷，慢慢看吧。要没什么事儿，小的先行告退了。去吧。啊，等等，啊，去把那些显字的纸钱拿给我。好。不是，老大，我突然好热啊，我出去凉快凉快啊。站着。不是我吧，我三炮啊，上房。好嘞。哎，你去哪儿？上房啊。这儿。这是怎么了？看看这火盆的上方，这梁上有没有铁环之类的东西？哎，怎么样？有灰。说正经的。有铁环。确实有个铁环。哎，你咋知道的？铁环，这就没错了。窦成的衣服应该是用丝线吊起来，然后从上面的铁环固定，丝线断了，衣服自然就会掉到这个火盆里。官爷，纸钱来了。这个纸钱上是不是还残留着乳臭味啊？嗯。所以呢？所以会显字啊？什么意思啊？应该是有人事先用了乳汁，在这上面写字。当纸钱靠近火盆，一受热，字就会显形了。低级骗术，不值一提。这纸钱有谁动过？这纸钱是从寺庙买的，买来的时候是新的，我拆的，之前没有人动过。三毛，你再看看那边的灵牌。我都看过了，没问题。哎，三炮啊，你去看看，看看有什么机关没有。老大吧，这死者为大，你知道吧？去，要不我去。有什么好玩的吗？哎，双叶，你来啦！啊，快去！
四娘让我来告诉你们，她那边收到了风声，说长乐坊东顺大赌庄最近新招了2个力大无比的高人保镖，身长9尺。哇，9尺！哇，那可真算是高人啊！三炮，啊，跟我走。哦，就是嘛，这灵位也没什么好看的啊，我们去赌坊吧。啊。哎，这书生我能去玩会儿吗？这里又没有其他人，自己看着办喽。搞啥子嘞？我们是大理寺的，听说贵赌庄新来了2个西域保镖，请2位出来相见。哎，你敢让我们老大吃闭门羹？你什么意思啊你？三炮，上！哪个喊你们进来的？不是活了噻？干啥子？啊！使不得，使不得！官人手下留情啊！几位今日前来，究竟所谓何事啊？哎，老板，您放心，我们不是来要钱的。把那2个西域保镖叫出来问话。还请少侠高抬贵手，那2个保镖是小人捏造的，本庄并没有这2号人物。不是，那你编的瞎话干嘛？只因本庄近期经营不善，赔钱太多，实在是拿不出钱来呀。为保平安，方才出此下策。几位官人明察呀，小的绝无恶意，只是借保镖的说辞来震慑那些别有用心之徒啊。把你们庄内武功最高之人叫出来问话。就是他。你之前拿杜城和李牧开赌盘，押错注才输得那么惨，难道开盘前没有跟那杜李2人联系好吗？哎呀，官人们呐，这次小的是当真没有联系过那2人。但我在开局前呢，把2人的诗作找来对比，确认那杜城的才华远非李牧所能及，所以我就特地做了一番挑选，在李牧的作品中差中选优，杜城的作品中呢就优中选差，然后供投注者对比参看。所以，你误导赌客们投注李牧，却没想到李牧会中解元。是啊，谁料到那李牧竟然事先买通了考官，提前得到了考题。那李牧为了铲除进题杜城，就假作好意，告诉了杜城错误的题目，那杜城才遗憾落选呢。我问你，你当真觉得，如果凭实力的话，杜城能赢过李牧？小的以性命担保，那杜城才华盖世，李牧绝非对手。快来！你们快过来看看！哎，快点！怎么样，有发现吗？我已经把他从脚趾头研究到头发丝儿了，现在他的骨骼情况我可是了如指掌，比他娘还清楚。只可惜啊，他们家的家仆碍手碍脚的，非不让我把他给剖了。你别裹乱了。哎，老大，我这没什么发现，就发现一卷风筝线，但是没发现风筝啊。这不是风筝线，是冰蚕丝，这就是杀死杜城的凶器。什么？冰蚕丝来自于西域，极其坚韧锋利。我在那条小路的树上也发现了冰蚕丝的勒痕，树上冰蚕丝的勒痕位置很高，寻常人从树下走过不易被发现，但骑马就完全不同了。这位凶手先是深夜潜入李牧家中，假扮杜城还魂。李牧心中有鬼，所以才会慌不择路的骑马离开。而他家门口只有这么一条小路，他身上的擦伤证明他当时骑速极快。经过那棵树时，李牧的头颈被冰蚕丝瞬间割断。我安排三炮暗中搜查几位当事人的房间，有了物证，再想查真凶，自然就易如反掌。那真凶就是杜老太太啊！当初她到我们店里找萨摩算命，目的是为了让我们把一切都往鬼魂夺命上想。这些显字的纸钱也是她之前预备好的。
他利用丝线把衣服吊起来，衣服就会掉下来。还有，让我随你去了吧！我还活着干什么呀？杜老太趁人不备拔掉了护手，使衣服掉落。之所以怀疑她，是因为当时只有她一个人靠近过这根柱子。这个杜老太看似手无缚鸡之力，若不是发现这卷冰蚕丝，我也不会怀疑到她的身上。不是，老大，这不应该吧？那你说这杜老太太图啥？等等，快来看我家程程。程程？哇，这尸体太带劲了！你就可劲儿折腾吗？你看他颈部的勒痕，好赞吧？杜成是有什么自己儿子啊？他们说是白灵。哦。咋了？难道死因有变？杜成不是自缢而亡，而是死于他杀。他的脖子上叠了2层伤痕，位置相同，所以不易被人察觉。仔细看，会有细微差别，一条是粗糙的麻绳，一条是齐整的白绫。我感觉这是一起连环杀人案。那个杜老太太怎会杀自己儿子？老大，你又说错了。三胖啊，再去查一下2个死者之间的关系。好嘞。哎，我让你去了吗？去吗？去吧。去。那杜老太有杀人动机，却没有作案时间。李牧死的当晚，他一直在灵堂，有仆人可以作证。哎，小师傅，跟您打听个人，你们这个寺里有没有一个干净的师傅？干净的师傅，就是整洁的师傅。师傅，我们是问之前被杜家请去超度的那位师傅。哦，2位施主是找净放师兄吧？请随我来。干净、整洁。师傅，我们这是去哪儿？去藏经阁。净放师兄在藏经阁受罚抄经书。啊？他为什么受罚？我们觉得也很奇怪。净放师兄一向脾气都很好，但是就在前几日，因丢了扫把，跟师弟动起了手，这不就被受罚到藏经阁抄经书了。每日下午都去，估计得抄半个月。2位施主，这边请。师兄，有2位施主求见，请。阿弥陀佛，净放师傅，我们呢正在调查一起谋杀案。哦，前几日我们在杜家见过的。你是那日招魂做法的术士？没错，能不能给我讲一下那天你在杜家看到的情形？贫僧走进灵台的时候，听到有细碎的声响。起初只顾着燃烛，并没有在意。后来那声音越来越快，越来越急促。那时贫僧身边并没有人，循声后才发现，原来是灵台上凭空出现了字，一点点的，还血淋淋的，就像是有个鬼魂，攥着刀，蘸着血在刻字一样。我听说前几日你都在抄写经书，那么忙，怎么还有时间去杜家帮忙啊？方丈把抄写经书的时间放在午膳后，那日夫人清晨来请，并无妨碍。你好好回忆一下，当日那个灵堂可有什么异样？
冤魂显灵，戾气冲天，唯愿逝者早登极乐。阿弥陀佛。告辞。二位施主，二位施主，外边有人找你们。总之，李牧的书童告诉我，3年前有个教书先生家境贫寒，为了补贴家用，便答应和杜李二人共同应试，为其舞弊。当时杜李二人的资历和才情都差得很远，杜成在考前就退出了。但是李牧为人急功近利，他参加了，所以才出了这么一档的事儿。那为什么只有这位先生吃了官司？东窗事发后，李牧把自己摘得干净，把责任全都推到了先生身上。先生后来找到了杜没有答应帮他作证，因为他怕毁了自己的大好前程。后来这个先生积郁成疾，投河自尽了。杜成也是因为此事，才跟李牧疏远了。这都是3年前的事情，和本案有何联系？他先生是死了，但是先生留了一个儿子，现在已成了孤儿。也就是说，如果这孩子还活着，为父报仇也说得过去。我们去找子苏吧，让他查查当年的卷宗，看还能不能找到这孤儿的下落。小师傅，我想打听一下，你还记不记得净放师傅那天跟你打架，伤到哪儿了？脸上和手上都有，不知道身上有没有。那是抓伤呢，还是淤伤？淤伤和抓伤都有，但不过恢复得很快，现在都差不多好了。哎，那你还记不记得他跟你打架是几日啊？是9日前的晚上。净放师傅来这寺里多久了？哦，我来这儿有2年了，师兄比我早来1年左右。多谢。哎，我们可以去逮捕净放了。回来了，黄三炮立下了汗马功劳。忙了一天，辛苦了。还行。想喝茶还是喝酒啊？喝酒。没问题。你呢？酒。好，咱们喝酒。子苏呢？喝多了，楼上歇着呢。咦？杜老太太去哪儿了？在这待了1天，回去休息了。回去了？她不是答应要给我做好吃的吗？她不给你做好吃的，我给你做好吃的呀。你？怎么，给你点颜色，你就开胭脂布是吧？赶紧跟我说说案子。包子，卖包看看。从线索到底，净放就是教书先生的姑子，也正是他杀了杜成和李介元，目的呢，当然是为父报仇。为什么？你没有把过程告诉我们呀？跟不上你的节奏啊？为什么？首先呢，我观察到，净放在抄经书的时候是一个左撇子，而藏经阁的大门呢是双开大门，需要用2只手的手掌同时给门打开。但是净放师傅不是，而是选择了用右手推开右门，再用右手推开左门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在他左边的手掌心当中有伤，而这伤是他对李牧行凶时使用冰蚕丝所致。即使他在手上缠了好多布作为防护，还是被冰蚕丝勒出了伤口。逮捕他时，果然在他的掌心发现了又细又深的伤口。那为什么要查他们打架的时间呢？这就是他聪明的地方。他突然转性，去跟小师弟打架，正是为了要掩盖他脸上和手上本来就有了伤痕。他为了制造鬼魂杀人事件，首先用麻绳狠狠地将杜成勒死。可是他没有想到，他勒死杜成的时候，杜成会用尽全力挣扎，手会向后用力地乱抓。因此，他在故意伪造了杜成自杀的现场之后，
趁着夜晚看不清楚，故意找茬，与急性子的小师弟打斗，只为了用新伤掩盖旧伤。我去问过那小僧人，他们打斗那天正是杜成死的当晚，因此才确定了敬放的犯罪事实。你刚才说，我儿子不是自杀，而是他杀。我的儿啊！如此说来，这一切都是敬放设计好的。敬放被抓时，承认早前李牧曾去寺庙祈愿，希望能中戒愿。敬放便看准时机，挑拨他除掉禁地杜城。至于那纸钱，本来就是从寺庙当中取回来的，一定是敬放之前做了手脚。至于灵位，应该是他事先备了一块涂了当归、雄黄与奇楠酒的牌子，点上香烛，奇楠酒遇热挥发，奇楠粉与当归和雄黄发生反应，灵牌变色。不过，我还有个问题没想明白。可是案件到这里，思路清晰，证据确凿，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敬放当时不在场，那他是如何操纵衣物，使之落入火盆当中的呢？是我。成儿走了以后，敬放找到我，表明了身份。他还告诉我，成儿并非落榜自缢，而是被李牧所害。我当时听了，心里绞痛难忍，便答应和他一起谋害李牧。我初次到这里来求你们做法，也是他授意的。他说，只有这样先做铺垫，才能洗清干系，才能制造鬼魂杀人的舆论。设计纸钱、衣服，还有特别请敬放来做法，都是为了让大家误以为是成儿还魂，扰乱视听，以便洗清我们的嫌疑。杜老夫人，请你跟我走吧。是。这坛酒送给紫苏姑娘。杜老太太，紫苏姑娘不能喝酒，她昨晚喝了一口，到现在都没醒呢。成儿生前也是不胜酒力，每喝必醉。我就特意为他酿制了这种酒，酒香浓郁，喝多少也不上头。可成儿还是没命喝它了。愿他来生的娘不会像我这么老糊涂，就把它送给紫苏姑娘吧。等等，他有苦衷，又是从犯，放他一马。他若以合谋论处，难逃死刑，但他也是受人所骗，或许可以从轻处置。李治，姑娘，费心了。重判也好，轻处也罢，终不过是拖着这把老骨头了此残生而已。